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征战了衢州巨物，山水间通过精准的选竿、正确的遛鱼手法，最后成功将巨青收入囊中。大概10斤重吧。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大师的精湛技巧配合伏魔利器，吹响了首战的胜利号角。然而，除了长竿，短竿同样具备不可替代的特性和功能。本期我们就揭秘，在黑坑抢快鱼时，怎样的钓竿配合什么饵料和钓技钓法，最后能满载而归。我叫石头，34岁。因为我性子急，所以一切我都喜欢快。开车快，走路快，连洗碗扫地都讲究速度。当下的节奏没有办法让人慢下来，无论是工作或是生活，我只是不愿意被埋在茫茫人海当中。对了，你说钓鱼是像慢运动？但我在遛鱼、飞鱼时都讲究速度。当然，只不过失败的时候比较多罢了。我叫李成峰。这个世界越来越快，而我的步伐越来越慢。行走在古迹间，不想错过每一道风景。我喜欢写字，一笔一画间总能透露几分神韵。我喜欢喝茶，因为茶叶香醇的口感比汽水更加源远流长。而我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慢，比如抛竿，比如当浮漂下顿，那时候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将其斩获。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最佳钓技》。本期我们来到金华市郊某黑坑，探索面对快鱼时应该怎样从容自如，分析在抢鱼过程中需要搭配怎样的装备，运用怎样的技巧，最后才能满载而归。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急啊，想钓快鱼就是钓不起来。看他们这些竞技钓师钓黑坑、钓这些快鱼，很羡慕。然后抽了一天空，约了一下李老师，然后我们一起去黑坑钓一场鱼。快鱼的意思其实就是密度比较高，开口比较好，上鱼的频率也很快，给口相当丰富，所以我就约他出来一起钓一场快鱼。哎，李老师来了啊！我比你先到哎。我家离这儿很近，所以走过来了。就这儿，这个拐下去那个坑。这边这个黑坑已经是我们在本地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钓场也比较干净整洁。本次来到的黑坑位于金华市区约12公里，呈现不规则矩形，面积约22亩，南面深，北面浅。黑坑中以鲫鱼为主，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李成峰老师与石头绕场1周，选择最佳钓位。那边是一座桥，水位比较深一点这边呢挨着就是路，风向是由南向北刮，我们选择在了北岸，因为迎着风在下风手容氧量比较高。石头来好的，来了。这个今天咱们钓这种深口的快鱼，选了一只新城的满江红，这个是3.6米的，
蛮漂亮的。我觉得这个前期快鱼吧，嗯，我们先用3.6米的试试，然后后期如果说鱼慢的话，没那么快的话，我们再用4.5米去够这个窝子，因为3.6米打完了以后，它的散炮的窝点在远处，我们可以用4.5米跟上窝子去钓。鱼情慢的话，如果快的话，3.6米操作起来更方便，更快，回鱼也更快，节奏也更快。是这样，对吧？很轻很硬的杆子，对，有助于打这种鱼情。到了钓场以后呢，我跟石头针对这种鱼情，同时选用了3.6米的星辰满江红，因为这支杆子没上市之前我就试用过，杆子很轻，而且硬度很好，飞这种半斤左右的鲫鱼很适合。面对快鱼，在选杆时，调性偏硬的杆最为适合，在起鱼和飞鱼的瞬间都能体现出其强劲的爆发力。而李成峰选择这款19调性的满江红，杆体轻，操作便捷，正好符合这黑坑鱼情。如此一来，不难看出，这样的选择就是奔着飞鱼而来。我们用积极主动的钓法去迎合鱼的积极性，容易被人调动。要开一把散化比较快的散炮，那么像这个就是颗粒味型的、颗粒类的饵料，我们就把它先取2份，一份本味的超幼类型的本味，一份雪花粉，也把它放入其中。大概的水比呢是1:3左右，你自己用量杯也可以凭经验自己把控一下，大概就是1:3左右。我们先把它，最后一步，轻覆后撒。这款以浮为主的这个散炮基本上就开支了。它这个特点就是入水了以后比较轻，炸。你看，马上散开了，是吧？欲钓快鱼，诱的环节必不可少。以黄面面与本味饵来控制味型，用水笔和轻浮来调整状态。当做到入水即炸，这款散炮就是巨鱼的灵魂。然而，诱只是为了更好的钓，那么钓饵的精髓又在哪儿呢？基本上我们是以香为主，2大份好。那么来一份辛香，其实是半份，对吧？对，一个习惯性用法。对，我们先放半粉和2份香搅拌在一起。好，我们加水，这个水比大概就1:1左右了。1:1好，既然是快鱼，其实很多时候味型要求已经不是那么高了，只要鱼不反感的味型都能用。垂钓时用饵犹如战争布局，以香为主，以腥为辅，配合之前的诱，基本能决胜于千里之外。不过前期的诱或许更为关键。下杆4分钟，李成峰开始连续命中，而这种连杆并非偶然。先勘察好鱼情和环境，做到知己知彼，
然后选用满江红，正好应对这快速的节奏。接着用散炮诱，将大量的鱼聚集在钓点，加之本味的拉饵有着良好的适口性，再配合娴熟的技巧，将上鱼一气呵成。石头啊，我看那个捏散饵的这个还是有点不对，抛出去也不太是那个，是不是散饵干了？还是能成团的啊？可以。我来给你弄一下。拉饵的时候一定记得不要贪图拉得快，分钩一定要分好，然后压在饵料上面以后，2颗，如果有一颗其中一颗不怎么规则，重新来一下。拉饵拉出来以后，正常的用手指掐一块散炮，不必要用手去转，然后把它搁在这个线上，下面确保钩线的结合部位。那么用手指去柄一柄，用力一挤，基本上不会脱钩。那么拿起来，顺势的就出去了。你看落水还是一团烟雾下去，对吧？那么我们的散饵就是入水即化，散落了以后，就是起到一个动态诱鱼的效果。拉饵带散炮好似一门简单的艺术。说简单，是因为双钩分开后，把拉饵附于钩上，完成后再将散饵轻轻捏在拉饵外沿。说艺术，是因为简单的操作手法，入水后可以达到奇妙的雾化效果，使水中产生柱状的诱鱼区，吸引鱼儿注意。哎，李老师啊，我看你这个抛竿好像很轻松，我怎么这么累呢？感觉。你把竿举起来，给我看。啊，你看我的，看到吗？看到了。大概咱们相差10到15公分吧，但是我故意的把主线掐短了，大概10到15公分。这个时候，我们坐在这儿顶着大鱼往上顶的时候，顶力就更强，操作就更好。线组短了以后，起鱼就快，操控性就好，竿头的力量就得到最大的发挥，它的顶钓的力量就是可以把鱼的重量最大限度的承受。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不同的情况有时候需要做出不同的调整。一般来说，做钓黑坑时，整套线组的长度可以超过竿长20到30公分，但为了更好的分鱼，可将线组长度缩短到与竿同长。如此一来，可以让回鱼的幅度发挥到极致。所以这样子截短了以后，不但飞鱼比较轻松，抛竿也比较准。你可以试一试。好，我剪掉试试看。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最佳钓技》。石头，哎，我们现在这个节奏越来越慢了，你不要急于的去抓，你认准了那个有力的洞口，再去捕捉。
石头啊，刚才看你接鱼了，去接子线的部分贴着鱼的部分，也就是说去接子线的下半段，鱼正好是挂在这个位置。这样子的话，鱼挣扎的时候，那个其他另外一个空钩不容易甩来甩去的打结，避免了缠绕子线。那么你去接鱼的时候，千万记住就挨着鱼嘴的去接，但是不要把它攥死了，用竿尖的头去顶它，把手扶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你试一试。好。当中鱼后，接鱼和卸鱼也有着一定的讲究。接鱼时，尽量接住子线下端，借助摆浮的力度将鱼放入挡针处。当钩与挡针相吸，用手轻轻将子线下压，让鱼顺利入户。那石头，哎，接在这个部位，接在这个部位，我们的线不是抓死的，接在靠着鱼的部位，线不是抓死的，在上面是活动的，那么全靠竿头、竿梢，其实全靠竿梢顶着，我们只是扶着它，把它撑在，把它靠在挡针上，往下摘，它就是竿尖的挑力、弹性，把鱼的挣扎力化解了。啊，不容易断子线。李老师，我这边还是不断的在跑鱼啊。你感觉是什么原因啊？浮漂它到底了以后有口，然后打就打不着，打不到。对，打不到。你那时候漂目录出来是几目2目左右。2目左右啊。如果它出了第一口，你不要急于的就是去抓，你认准了那个有力的钝口，再去捕捉。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信号，万一它蹭线呢？万一它尝试型的诱饵呢？钓快鱼很正常的反应就是见信号就想打，甚至条件反射收不住。如果说鱼聚的比较多的时候，蹭线其实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我们会在聚得鱼的同时，去判断它的信号的虚和实。做钓快鱼时，急是许多初学者难以把控的一种本能。当看见浮漂出现晃动，潜意识就提竿。然而，当鱼被散泡聚集到一定密度时，蹭线和摆尾同样会让子线摇晃，带动浮漂下顿。那么，要判断是否出现真口，还需等待浮漂那短促有力的一瞬间。石头啊，哎，我们现在这个节奏越来越慢了，没有之前的刚上来的时候快。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带散炮的频率呢，应该一个是手法上面要紧凑一些，让它散到底部一些。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带散炮的频率应该略微的高一些的，你最起码2竿里面就带1块散炮，但是可以在高频率的时候呢，是小块一点的散炮，只要续得住、留得住，不要大块的往下落。大块的往下落很容易进窝子。我们注重频率去带，
不要注重大窝量的去带，因为毕竟我们钓的是鲫鱼，不是鲤鱼、草鱼嘛，对吧？嗯。随着坐钓时间的推移，鱼情也会随之慢下来。在持续连竿中鱼后，发现鱼口略逊色于之前，那么抛竿和诱钓的节奏就需要重新调整了。按照2竿钓1竿诱的方式循环操作，慢慢将鱼再次聚齐。接口。好，收竿鱼。石头今天钓爽了没？爽了。嘿嘿嘿。我们差不多了，时间也到了，我们吃饭吧。啊，好的。好吧。爽了没？大概多少斤？今天30多斤。30斤差不多吧。30斤。嗯。啊，那个今天。那么，今天呢，我通过跟你第一次钓鱼，我看了你，我也观察了你钓鱼，我给你提一点小建议吧。好的。一个是抛竿扬竿，那种动作的直接效果性还没有很熟练，也就是说，抛竿的姿势标准度有欠缺，它直接影响了它打点的效果，然后散炮的这种捏还不是很适应，以前用的少，因为黑坑也好，现在的竞技也好，散炮接触的是比较多的，再还有一个就是在于卸鱼的这个动作，必须是抓直线靠近鱼嘴的部分去磕，这样子的话，不但磕的概率、速度会高，成功率会高，而且避免了断线和获钩，这一系列的，这个以后在这个钓的过程当中特别的去留意一下。好的。我们正常的快鱼，钓快鱼，快只是快在岸上，一系列的操作紧凑，节奏紧凑，快在这种地方。真正应该放慢频率、放慢角度的是，入水了以后，浮漂从翻身开始，到正确的那口标准的那口入嘴信号产生的时候，不要急于的去打它，应该放慢、耐心的去追寻它的那个命中率高的那个入嘴信号。这个时候，慢是慢在水里，快是快在岸上。这就是所谓的快鱼慢钓，就这么回事。是吧？好的，谢谢李老师。没，客气。走。快速连竿的快感总是可以让人兴奋，而想要做到真正的快速，基本功是重中之重。古人云：“欲速则不达。”想要真正的收获，除了反复苦练，更需要注重每一个细节。当真正做到勤勤恳恳、虚心学习，那么收获的道路就在前方。双尾来一个双尾。好，中了。好，好，大的。哎呦我。又找到了。哎。我天哪！要不要这个专业来的手势？基本上就是测试。